悲痛万分的心情。今天是我的女儿离开我的351天，我终于等到了今天这个庭审。今天下雨了，老天都在为我的女儿流泪，非常无辜，因为我们和她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精神病患者就可以随意杀人吗？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小薇说案。在这里，我们聚焦中国热点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用故事讲述案件，用细节还原真相。小薇说案，让每个故事都有答案。一扇打开的门，一次异常的敲门，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欢迎来到本期小薇说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四川成都的真实案件。一名27岁的年轻女子在自己家的门口，因为一场看似无关紧要的吐痰与敲门，被陌生人残忍杀害。她没有和任何人结怨，没有陷入复杂的纠纷，却在一个平静的午后被突如其来的暴力撕裂了人生。这是一个几乎荒诞到令人窒息的故事，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悲剧。案件发生后，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广泛讨论迅速引爆网络，因为凶手自称精神病患者。当精神疾病与故意杀人重叠时，法律究竟该如何伸张正义？时间回到2024年6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航城小区。这里是一个相对高档的住宅区，住户大多是年轻白领。被害人是27岁的王子雅，他就居住在这里。他曾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赴日留学归国后从事自媒体工作。他品学兼优，善良开朗，擅长弹钢琴，平时喜欢做饭运动，也常常拍生活 vlog。 在朋友眼里，他温柔有礼貌，从不与人发生争执。案发那天是周日下午1点多，他在家休息时听到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有人在他家门口反复吐痰。他透过猫眼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穿着灰色的上衣，神情恍惚，嘴里念叨着什么。他拍下视频发给母亲说：“妈，有个女人一直在我家门口吐痰，好恶心。”母亲安慰他别冲动，让他先别开门。而后母亲联系了物业，请保安过去看一看。几分钟后，小区保安赶到现场，王子雅以为安全了，就走到门口拉开了门。门一开，王子雅平静地问：“你为什么在我家门口吐痰？”对方却情绪激动，大声吼叫，语无伦次地回应，而后突然冲到房门口，与王子雅发生抓扯和打斗。保安黄某某试图上前制止，但无济于事。对方使用事先准备的刀具，对王子雅的头面部、胸部等部位切划，疯狂捅刺。王子雅则用门厅摆放的陶瓷摆件击打对方头部数下，但仍被刺中10余刀，伤口集中在胸部与腹部，其中一刀刺穿肺叶，导致大量出血。保安试图夺刀，但被逼退数步。他一边呼喊，一边通知同事报警，并拨打120。此时的王子雅则倒在客厅，浑身是血。120急救车赶到时，他还有微弱呼吸，但因失血过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报告显示，王子雅的死亡原因为左肺被刺穿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他全身共有10余处刀伤，其中致命伤位于左胸第2肋间，深达心包。那一天是王子雅人生最后的一个夏日午后。行凶女子当场被控制，她情绪激动，不断自言自语。警方将她带回派出所调查，发现她名叫梁某某，35岁，与王子雅住在同一小区。令人震惊的是，她与王子雅完全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交集，甚至彼此都不认识。梁某某大2辍学，事业不顺，婚姻不顺。检方起诉书中显示，梁某某因精神异常，经常无故与家人吵闹，摔打物品，并无故窜至小区部分住户门口进行敲门滋扰和辱骂。早在2023年8月7日，梁某某就因在小区无故敲门滋扰，与住户发生口角争执，警方曾出警处置，并对其警告。令人不安的是，此后梁某某便开始随身携带刀具等器械，在小区内继续滋扰住户。更让人后怕的是，在案发前半年的某一天，
梁某某曾敲过王子雅家的门，当时是王子雅的姨妈开的门。梁某某看到家中有人，便说：“原来家里还有人呢。”随后离开。另外，据邻居反映，梁某某常单独自语，神情怪异。案发后，警方调查发现，其住所中存有多份药物处方。这些细节使案件从单纯的杀人变成精神病与刑责的交锋场。一面之缘，就几秒钟的时间，我说我能，然后警察就拿了一个 A4 纸，上面印了很多照片，就让我指认，我一眼就认出来，我说这个就是凶手。然后当时我的妹妹在旁边，也就是我女儿的姨妈在旁边，她就说啊，姐姐是她呀，她说这个凶手去年2024年时候说的，去年就是2023年的12月份。也是下午2点多钟，他也去敲过我家的门，而且当时因为当时刚好我妹妹在我家，我妹妹直接就去把门开了，就问他你找谁？他说哦，家里面还有其他人说，然后转身就走了。当时手里还提了一个那个黑色的那个塑料袋。因为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有时候有人上门推销，或者就没想那么多，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个凶手，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来针对我的女儿的，所以说我妹妹也就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案件发生后，梁某某被送往医院进行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部分缓解期。对其2024年6月9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同时，梁某某右侧鼻骨及上颌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2级。梁某某的精神鉴定结果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因为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梁某某并非完全无罪，但也不会被视为完全有罪。舆论与受害人家属对部分责任能力的结论强烈质疑。很多人质问，一个能携刀外出、挑选时间点、有针对性的敲门骚扰，也能正常对话的人，怎么会被认定为部分精神病？精神病人杀人后频繁被减刑或免刑，已经成为一种让普通人恐惧的现象。法律界人士指出，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伤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部分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则可以减轻处罚。问题在于，这条界限往往非常模糊，精神鉴定报告的结论往往成为量刑的关键。而在很多案件中，嫌疑人行凶前后表现出高度的理智，会选择时间，会准备工具，会锁门逃避，甚至会伪装现场。这让人不禁质疑，精神病是否正在成为某些人逃避惩罚的盾牌。2025年5月27日，该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子雅妈妈作为证人参与庭审。开庭前，她告诉记者：“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绝对会严惩罪犯，给我女儿一个公道。”开庭日当天，控方以故意杀人罪对梁某某提起公诉。控方指出，嫌疑人作案前有明显的准备行为，持刀出门并多次瞄准胸口致命部位，应当视为有明确杀人故意。而辩方则主张，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行为受疾病控制，缺乏完全意识能力，请求法院从轻判处或进行强制医疗。受害人母亲也提出了3大诉求：一、判处梁某某死刑；二、质疑精神病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三、希望完善精神障碍患者监管制度。庭上的这一场对峙，不仅是法律与医学的较量，更是公众心中正义与怜悯的撕扯。但因在庭前会议中出现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等法定事由，法院随后发布公告，决定延期开庭审理。合议庭向被害者家属解释称，该案需重新取证。我说了，我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遵守法院的规定嘛，只能这样子。既然法院做出规定延期开庭，他有他们的考量。但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定会给那个一个公正公平的判决，一定会的。王子雅的母亲王女士在得知女儿死亡后几乎崩溃，
一夜白头。他说，当时赶到成都时看到的是满地的血迹与残留的茶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声，要求公开公正地处理此案，不容凶手以精神病为借口逃避惩罚。他说，我女儿什么都没有做错，她只是开了一扇门。他不理解为什么保安在场却没能阻止悲剧，他也不理解凶手住在28栋，子雅住在9栋，为什么凶手能自由地在小区长期踩点，有针对性骚扰，还随身带着刀。王女士的诉求非常明确，希望法院能重判凶手。她的代理律师表示，若有可能会坚持要求判处被告死刑。除了追究梁某某的刑事责任外，王女士和律师还表示，在刑事案件结束后会继续追究小区物业的责任。他们认为小区物业存在管理缺陷，如梁某某多次滋扰业主，物业未有效处理，也未发布相关公告提醒业主注意。另外，有业主反映小区单元门门禁存在不严的情况，有人进去之后不关门，门就会一直开着，谁都能进去。此外，多名业主表示，小区的保安年纪有60多岁。律师周兆成指出，如果物业存在相应责任，如门禁管理不严，或是知道梁某某有精神疾病且潜在危险，但未采取防范措施，一旦认定存在管理过错，物业需按过错程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外，王女士还控诉，案发后梁某某的父母从未联系过她，从未主动慰问或道歉，他们仅以一句“他有病”作为回应，仿佛一切都可以被原谅。甚至他们竟还反过来对子雅妈妈抱怨说，因该事件被媒体曝光，需要住酒店，每天花费100多元。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连夜从家里跑了，害得我们现在有家不能回。一看到我今天还在这儿花100多块钱住宾馆，这就是这个凶手父亲说的话，他有多冷血多残忍，后面我会追究凶手父母的责任。临近开庭前，子雅妈妈的代理律师在阅卷时看到了梁某某父母于2月25日向法院提交的手写致歉信，信中有这么一句：你女儿失去生命，我女儿失去自由。我的女儿是2024年6月9号发生的事，她的手写信是2025年2月25号。你说她的情谊在哪里？这一切都是假的、虚假的现象。所以说，我要求杀人凶手梁托银必须死刑，因为到今天为止，他的父母还在包庇他的女儿，意思就是我的女儿的生命不值钱，他的女儿的命就生命，那我的女儿啊。今天我们讲述这个案件，不只是因为一条生命被夺走，也不是因为这个案件的残酷，而在于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意一个家门口。王子雅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她的遭遇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因为她死得太偶然，而这样的偶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一把刀，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敲门声，一场社区管理的疏忽，就足以夺走一个无辜的生命。今天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与监管体系是否存在漏洞，谁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普通公民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自保。法律需要温度，但更需要底线。当疾病成为一面挡箭牌，受害者的权利就被一次次地推向边缘。让今天这起悲剧成为提醒，当异常行为出现时，请引起警觉；当社区安全松懈时，请不要放松防范；当司法程序缓慢时，请为受害者发声。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